我们都在追求效率，但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朋友，你好，我是 Bill， 欢迎来到 AI 时代思考练习。在这一集开始之前，我先分享一个我最近的小经历。每年上班，我最头痛的就是写年终报告，但今年方便了很多。我只需要写几个要点，然后把它们扔给 AI， 然后 AI 生成一个很长很漂亮的年终报告。交上去以后，过了几天，我很好奇，就去问我的 manager， 你觉得我今年的总结写得怎么样？他笑了笑说，今年看年终总结比以前轻松了很多，我把你们那些长篇大论都扔给了 AI， 让它简化成几个要点，一眼就看完了。我当时听完觉得很好笑，但是笑完以后又觉得有点荒诞。我的 AI 负责注水，他的 AI 负责脱水。我们都在追求效率，但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于是我在想， AI 让一切变得更加的顺畅，人会变得更好吗？人应该保留什么呢？我现在渐渐觉得有一些东西特别值得我们珍惜，就是那些不顺卡住的时候，说不太清楚的时候，还有那些看起来不够高效却在慢慢塑造我们的时候。先说那些卡住的时候，有些能力并不是在顺利的时候完成的，很多重要的东西不是在做完的那一刻才出现的，而是在差点做不出来的时候才开始真正长出来的。这其实不只是我的一个感觉。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研究，有人找了一批程序员去学一个原本不太熟的工具，一组可以用 AI， 另外一组不能。结果很有意思，能用 AI 的那一组在完成速度上的确要快一些，但未必像我们想象中快的那么多。但在后面的理解、调试、测试里反而表现得更差。差的最明显的就是错误排查部分。所以问题可能不只是效率，那些自己查、自己想、自己排错的麻烦，表面上看起来很慢，但也正因为这些麻烦，才让我们的理解慢慢长出来。其实我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心里很有共鸣，不仅仅因为我也是程序员，更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些视频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体会。比如你现在听到的这一段，也许听起来还可以，但它变成这样之前，我常常会卡住很多次，会觉得这句话逻辑不对，那个地方不够真诚，还有一个可能没有说到点子上。所以真正让我成长的，从来不是最后那一版看起来很流畅的表达，而是在那些曾经卡住的瞬间，在那些不得不停下来反复思考、反复重写的过程。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如果这些卡掉的时刻都被拿走了，我还能学到什么呢？我还有什么成长呢？再说那些不怎么完美的表达，现在 AI 可以帮我把很多话说得很好听，但有时候会想，当一切变得太正确、太得体，那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只剩下好听，却没有真实？ AI 可以帮我们把话说对，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连接，往往是在那些不是很流畅，甚至有些笨拙的时候。很多时候，真正让人感受到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一句完美的话，而是一点点的犹豫，一点点的停顿，一点说不太清楚，甚至一点点的词不达意，还有那些看起来不够高效的过程。如果只看结果， AI 往往更快，但是人有些时候不是为了效率，也不是为了完成，所以问题常常不是 AI 能不能帮我更快的到达，而是一路上那些本应该逼着我去思考、逼着我去理解、逼着我去承担的摩擦都没有了。那最后留下的，会不会只剩下一个完成的结果，缺少了过程里本应该有的重量？
所以绕了一大圈以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麻烦。当卡住的时候很麻烦，那些不太完美的表达很麻烦，还有那些看起来不够高效的过程也很麻烦。但也正是这些 AI 帮我们在消除的麻烦，可能正是那些在慢慢塑造我们的东西。在追求效率的时代里，它被叫做麻烦，但在生命的维度里，这些东西也许不是麻烦，而是塑造。机器越追求效率，人也许越需要保留一点麻烦和笨拙。我不是想要拒绝进步，而是想说，有时候那一点笨拙并不代表我不够好，它只是表示我还在认真的经历这个过程。当我觉得自己有些笨拙的时候，也许正是一些真实的东西正在慢慢的长出来。所以这一集我想留下一个很小的练习，下一次当你我开始觉得有一些麻烦，有些笨拙的时候，先慢下来想一想，这个麻烦的地方会不会正是一些真实而重要的东西开始在我里面长出来的地方。这是一次思考练习，我也还在想，你愿意一起吗？